Hello，大家好，我是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家用 WiFi 无线网络要怎么配线。那它的正确的基地台的设定的方法呢，是要怎么做？那在上一集的影片里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家用的区域网络要怎么配线才是正确的。那怎么设定路由器，让它可以自动连线上网，让家里的电脑手机或者 iPad 这些网络设备随时开起来都可以上网，那随时都可以互相去做档案分享互相存取的功能。那在这一集的影片，我们要介绍家用的无线基地台正确的配线跟设定的方法。那如果你的家用的 WiFi 呢，时常会不稳定，时常会断线的话，请你一定要参考这一集影片里面的介绍。那第二个是，那时要接到无线基地台的话，外部网络还连得到吗？答案是可以的。在正确的网络接线方法跟设定之下呢，那时接到你的路由器或者集线器 Hub，甚至是无线基地台的话，外部跟内部都是可以连线得到的。那你会需要一台无线基地台跟一些网络的线材。那为了今天的影片呢，我们购买了一台华硕的大概700多块的无线基地台。那在上一集影片的教学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无线基地台呢应该要接在路由器的后面，也就是用一条网路线一端接在路由器的 LAN 孔另外一端接在无线基地台的 WAN 孔。那在这样子的接线之下，无线基地台就可以去共享到路由器连线到了中华电信的网络。那事实上呢，配线正确之后，还需要连线到无线基地台里面去做设定。那把无线基地台插电，然后开电之后呢，我们用电脑当然你也可以使用智慧型手机通过 WiFi 连线到这台无线基地台。那要连线到无线基地台呢，首先你会需要它的无线基地台的 SSID，也就是 WiFi 的名称。那翻开你的无线分享器这个基地台的背面，通常会贴上一张贴纸，那告诉你它的 SSID，也就是连线的名称是什么。那像我这一台它是 SSA4，那所以我们打开我们的 Windows 的电脑找到 WiFi 连线的地方，那在无线基地台的地方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 SSA4，也就是我现在这一台无线基地台的名称。那我们去点连线。好，那连线成功之后呢，第二步我们要连线到这一台无线基地台里面去做设定。那我们现在不知道无线基地台的 IP，那所以我们在开始功能表这里，我们输入 GMD，然后去执行命令提示字元。那在这个地方输入 IP config，IPCONFIG，然后按 Enter，那你就会在这里看到一个预设闸道192.168.50.1，那这个就是我们无线基地台的 IP。再把这个 IP 复制或者记起来，然后打开网络浏览器，我们贴到网址列之后按 Enter。好，这样子就连线到我们的无线基地台了。那无线基地台的页面呢？第一次登录的时候会像是这样子的页面。那这画面是英文的，所以请你在右上角呢，English 这里找到繁体中文，然后去点它，那画面就会变成比较好阅读的繁体中文。那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呢，它通常会让你设定新的密码，那这是为了后续的网络使用上的安全性，所以请你设定一组安全比较复杂的密码。那当然你要把它记起来。那密码呢，当然是越长越好。那右边会显示密码强度。设定完你的登录的账号密码之后呢，请你点下一步的按钮。在这个页面呢，我们要进行无线网络的设定。那也就是说，以后你这台 WiFi 基地台呢，希望大家连线的时候可以看到的名字是什么？那它预设的是 SSA4，当然我也可以取名字，比如说我今天改名叫做4楼，因为我想要把它放在4楼上。那密码呢，你可以输入你要的密码，比如说我今天输入的是 AABBCCDD 1 2 3 4这么长，OK。那输入完毕之后，请你点套用本页面设定，然后在这个画面呢，请你点完成的按钮。那接下来这个画面是要告诉你说，因为你把无线基地台的名称跟密码改变了，所以请你的电脑呢必须重新连线到这个新的基地台名称使用这个密码。好，那所以我们打开电脑的无线连线找到这个新的我们设定的名称找它的名称之后，我们去点它的连线，然后输入刚刚设定的这一组密码，再按下一步。
这样子就完成了无线基地台的连线。那连线到无线基地台之后呢，我们看到左上角有一个网络设定精灵，那点进去之后，它就会开始侦测你的网络连线、你的配线方法，来提供你一个比较好的设定。那侦测完之后呢，它会先跳出无线网络的设定，那它会问你说，你要不要继续使用之前的无线网络的设定？那如果你要保留刚刚的无线网络设定的话，那就要按是。那如果你想要这时候再改一下你的无线基地台的名称跟密码的话，你可以去点否，然后再去修改它。那我们是选是。那选完之后，再点套用本页面设定的按钮。那在这个画面，你可以看到它的外部网络 IP 呢，已经变成192.168.123.159。那这个网络 IP 呢，它就是从路由器自动配发 IP 给这台无线基地台的。那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网络接法呢，你很可能会遇到路由器配发一组 IP，然后无线基地台它又另外配另外一种 IP，那造成你的电脑或者说你的手机、你的 iPad 这些无线网络设备呢，常常网络会断线。那其实它就是因为 IP 一直被重新配发，那甚至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路由器跟无线基地台的设定错误，那造成他们两个会互相抢资源，互相在抢网络讯号这种问题。那最终你遇到的就是WiFi 常常会断线。所以正确的设定跟配线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完成了刚刚的无线基地台的网络设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画面也就是网络地图这个地方呢，它已经出现了192.168.123这个 IP。那这就代表我们无线基地台的 IP 现在是由路由器配发过来的。那网络的资源呢，也透过我们正确的这个网络接线的方式，它可以去读到路由器去连线到的中华电信的网络。让使用这个无线网络的手机或者 iPad 呢，都可以正常的去使用网络。那在做完这个步骤设定之后呢，第二个步骤，那也就是关系到你使用网络的这个体验是稳定还是常常会断线的一个关键。那在左边的区域网络的地方，我们去点它。那请你在这里找到 DHCP 伺服器这个上面的页面。那 DHCP 伺服器呢，就是自动配发 IP 的功能。那这是非常方便的功能哦。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的电脑或者说你的智慧型手机连线到你的网络设备的时候它会配发一组 IP 给你的原因。但是这样子的功能啊，在你的区域网络如果有2台以上的设备的时候，就会可能会造成打架。那也就是说，路由器也在自动配发 IP，那无线基地台也在自动配发 IP。那这就是造成 WiFi 常常会断线或者说桌上型电脑也会一起断线的原因之一。那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隐忧的话，那请你保留路由器的 DHCP 自动配发 IP 的功能，然后把它后面的设备，比如说我现在要接一台无线基地台，甚至说我接的5台、6台，这些设备的 DHCP 功能都一定要把它关掉。那所以在这个 DHCP 伺服器的页面，我们找到这个启用 DHCP 伺服器，那这时候请你点否，然后拉到画面的最下面去按套用本页面设定。那这样子才能确保不管你是接到路由器去上网，或者透过无线基地台，还是说后面的其他的设备去上网的话，就可以确保在家里使用网络的时候，不管是有线网络还是无线网络，都可以非常稳定的使用，而不会有断线不稳定的问题发生。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那希望我们的影片可以有效的帮助你改善家里的网络或者说新建网络布线的问题。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继续追踪我们的影片。那如果我们的影片有实质的帮助到您，也欢迎大家通过加入会员或在影片的下面按超级感谢的按钮，给我们实质的支持。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你有想先看到的喜纳的 NAS 的套件介绍的话，都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谢谢大家。